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吃一个云南的美食——过桥米线。我先提前说明一下，这个视频可能会有些局促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在饭店里面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对着摄像机讲话，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动作有点僵硬，请多多包涵。然后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过桥米线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碗清的鸡蛋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鸡蛋倒到这锅热鸡汤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米线给加进去。你看，这里就是一碗米线。OK， 现在我们让这个米线给它搅拌一下。其实它这个米线本来就是熟的，只不过呢，我们把这个熟的米线加在这个热汤里面，它会有鸡汤的香味。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小料进去，比如这个是豆皮，这个是豆皮，然后这个是鱼肉片，我们也可以加进去。这个是猪肉片，这个应该也是猪肉。你看这个是炸过的这个油炸吧，炸过的猪肉。我们把这些原料都放进去。还有这个应该是葱。好，我们也把它加进去。最后这里有一碟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个是笋，这个可能是笋片。也给它加进去。还有一些不要浪费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勺子，给它搅拌一下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。现在这就是一碗调好的过桥米线。我们再等它稍稍加热一下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瓶，这个是木瓜水。好了，我们开动吧。这是一种面条，我们可以叫米线。它跟普通的面条有一点区别，它的口感是很滑的这种口感。有一点烫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应该是炸猪肉，它在这个鸡汤里面泡过之后，它吸满了这个鸡肉汤汁，非常好吃。然后这个是鱼肉片，你可以看到它是白色的，然后这里有黑色的这个鱼肉皮。
然后这个是豆腐片，这个是豆腐片，口感很弹。然后这个绿色的我们叫葱。然后我们可以喝一口汤，这个我们叫鸡汤，鸡汤。然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这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。最经典的说法是在云南有一位书生，他在湖心小岛上读书，他在一个小岛上读书，他的妻子每天都要给他送饭，然后送饭的路上每次都要经过一座桥，然后普通的饭菜送过去就会凉，就会变冷，所以这个妻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把一锅滚烫的鸡汤放在一个锅里面，然后这个鸡汤上面有一层油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温。然后他会把生肉片、配菜还有各种小菜分开来，装在小碟子里面。这样到了岛上之后，他再把食物放在鸡汤里面煮熟。与其说是煮熟，不如说是烫熟，因为这些食材本来就是熟的。他把这些食材放到这个大鸡汤里面，就会烫熟，就会被烫熟。这样一来，书生就每次都能够吃到新鲜滚烫的米线，因为他每次都要过桥送这碗米线，所以这碗美食就叫做过桥米线。大家能够注意到我现在的声音很小，因为我有点害羞，在餐厅里面这样子吃饭，前面摆一个摄像机，但是我会习惯的。但有时候感觉大家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大家也在吃饭，在吃面，然后服务员也不会来管你，有时候就是自己想着好尴尬，然后就不敢在镜头面前说话。云南有很多种米线，但是过桥米线指的就是这种有很多小碟子组成的这种米线，你的很多配菜都是放在小碟子里的，你需要自己加入的这种米线，我们就叫做过桥米线。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种类，比如说豆花米线，比如说小锅米线。小锅米线它就是放在一个石锅里面的，我们叫小锅米线。我好像从一个中文学习博主转到了美食测评博主，但我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们也很有帮助，因为你们可以知道一些特别的关于食物的词汇。你看这个就是鸡肉，它是鸡的肉，你看它这里有黄黄的鸡皮，然后下面有一层鸡肉，这个鸡肉里面有骨头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你们的国家有面条吗？有米线吗？你们是怎么吃面条的呢？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可以在 Ko-fi 上给我买一杯咖啡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